高考之后，你的人生何去何归？这部国产电影在日本斩获8亿票房，成为现象级爆款，也是我们20年来最干净的一份初心。湘西之美，摄人心魄。80年代湖南西部山区，稻田簇拥小路，通向烟雨蒙蒙的村落。儿子高考落榜，回归大山，接班父亲出任大山邮递员。清晨炊烟冉冉，父亲摊开邮包，给信件分门别类，报纸抖得哗哗作响，整齐细致。刚煮好的小玉米汁水四溅，儿子四处打量，啃得随意。进山在即，父亲抓紧时间耳提面命：来回一趟啊，223里，要站3天，中间歇2个晚上。我知道，你来了回来的我还不知道。走了20多年的路，早已烂熟于心。父亲拿出地图给儿子提点：翻过天车岭，到望风坑9半垄住下。明天一早起身要赶到韩坡坳，再过姚掌山、葛藤坪，然后到大岳岭住下。这又是80里。第3天起早一口气下山，还是80里。未曾历过艰辛，儿子轻轻松松，毫无思想负担。第一天我要是能多走点，没准2天就能赶回来。干上了，就不是1天2天，3趟5趟。提到这儿，老父亲对儿子的3分钟热度不甚放心。可这是个苦差事，说不定你过不了多久就得后悔。旁边的母亲灶台忙碌，可满心都是儿子的将来。现在不愁吃穿了，当农民有什么不好？你爸又回来了，你要想当工人，就到城里去当呗。对于苦差事，儿子心中自有一套抱负。乡员是国家干部，我接班和进城打工可不一样。咱们家一定得有个国家干部，当个秩序长也不错。他原来不就是个乡员？满满当当的邮包收装妥当，顶着满天的怒气，儿子叫上随行老狗：“老二，咱们走。”颇为豪迈的准备出发，可老二最是认主，父亲有些苦涩的哄劝老伙计：“他们让我退休，我退你可不能退啊！你得给他带路，啊，得招呼人，得给他作伴儿。”可好赖话说了一箩筐，老二只是远远的站在少年对面，满身拒绝之意。儿子略有赌气之意：“不去算了，没你我还省心呢。”沿着石板路走得一去不回头，母亲忙在身后殷殷呼唤：“儿子！”等一下，你爸要跟你走一趟。早已穿戴整齐的父亲默不作声地跟上。路上小心，别喝脏水。儿子素来跟妈妈亲近，此时更是声声回应慈母的心忧。你回去吧。父亲听在耳里，就是一份满含醋意的笑骂声。妈妈的，叫得亲。2顶斗笠，2道瘦弱的身影，一条矫健狼狗，拢着一身烟雨上路。小巷幽深，青石板湿。步履匆匆，再向前，满目青山尽于水雾，绿色浓郁，醉人更胜。父亲脚下倒腾着步子，还得给手中的木棍系上铃铛，几个跨步就出了小路，矍铄非常。儿子始终昂首挺胸，背着半人高的邮包，丝毫不见疲态。过了田边水桥，日头渐升，走过田边地头的土路，再沿着石板上山。老二在前跑得愈发欢实，山路不算平坦，儿子挂着汗珠，脚步也沉重起来。父亲看着军绿色的邮包，若有所思，失神之际，还不忘叫住领头老二，带着几分戏谑：“老二，跑慢点儿，他还没走惯呢。”儿子挂着汗渍，埋头向前。他跑他的，我没事儿。路遇樵夫下山，狭路相逢，连避开都不会。踉跄之间，樵夫还倾斜柴火为他遮挡一二。村民心善淳朴，父亲拄着木棍，笑得格外欣慰。再遇见人呐，向右侧身。儿子颇有悟性的侧身，靠得稳稳当当，再不能摔倒了。临近晌午，郁青的树丛洒满阳光，儿子的步伐也不再轻快。可再重再累，他都咬紧牙关，绝不提半个歇字。打定主意，绝不让后面的爸爸小瞧喽。上到半山坡的空地，2人一狗，才得以小憩片刻。父亲气喘吁吁，还不忘提醒儿子，将硕大的邮包轻拿轻放。多年邮差生涯，父亲膝盖受损严重，口中的困惑却越发明显。一片茅草组合水啊，我老了。儿子在旁将那份不甘心听得清清楚楚，又加深了一份费解。这蜈蚣也吃了，叫鸡公也吃了，花了局里边那么多钱。
影不见，儿子失落感陡然上升。老二跑旁边水盆就地补充水分，父亲进屋拿水碗，轻车熟路的很。咱们边歇边等。老二站门口叫声震村，儿子汗流浃背，满脸不情愿，水都喝得不甚痛快。怎么没有人啊？大白天的，谁能在这专门等你来啊？我们又不是来视察的，还让人家夹道欢迎啊！老二一叫啊，他们就知道了。父亲的烟还没抽完一杆，外间就来了村秘书接待，风尘仆仆，瞧着事务可繁忙。又上山了，秘书。想盖房备料去了，跑出一身汗，还得洗脸接待，诚意十足。父亲递烟寒暄，儿子在旁倒水，气氛祥和。听闻邮递员交替，秘书笑得了然宽慰。那你呢？要当局长了吧？外面来我们这儿的老师、医生、储蓄员、公安，个个能当劳模、当干部。就你呀，光是走啊走啊，这么多年了，儿子都这么大了，你是不该受这份辛苦了。父亲故作淡然地打发了秘书，低垂着眉眼装烟，寡言寂静。儿子听着看着，十分不是滋味。眼前天空明亮，父子俩心中却不可自制的。神仙的后代。绿色环绕中的两人一狗，不乏朝气，处处透着生机。游路向来偏远，年轻的父亲母亲就在这里结识。暴雨如注，山里的女人崴了脚，山外的男人救了美，四目相对，情愫顿生。再后来，女人跟着男人走出了大山，结婚生子。不同于那日瓢泼，此时烈日炎炎，儿子想着父母往事，握着收音机咿咿呀呀，漫山遍野都流淌着异动的心。闯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漂泊多少年，这样孤独多少天。过于漫不经心，身后的父亲抓紧时间讲道理。你应该走路畅不畅？不唱，那么慢。别老回头，看着脚底下。赶路嘛，有什么闷不闷的？老二见我唱，他也唱。他不是唱，是报信儿呢。
梯田之上，房屋成片，烟火气的村落近在眼前。父亲讲述送信门道，如数家珍。有2件事你要记着啊。倘若有葛荣家的信，你要单独拿出来，弯2里路送到他家去。他们家和村秘书家打过架，秘书不给他转信，她丈夫在外边当木匠，盼信盼着新交呢。王武行是个摊子，他大儿子在部队，要是有了汇票，你要亲手交给他。他那在家的戏仔不正路，以前瞒着他取个汇款。进村第一站就是小路尽头双目失明的五婆，老人家搓着麻绳，翘首以盼。老二一上来就得了块骨头，立刻欢视。五婆笑容满面，接过信，第一时间捂向心口。无论是拂过信封表面，还是收起里面的10元钞票，老人家均是小心翼翼，格外珍视。可儿子在旁看得清楚，父亲分明是接过空白纸张给五婆念信，十足的信口开河。奶奶您好，您的身体还好吧？眼病没有犯吧？特区工作的孙子是老人家唯一的牵挂。几番问候，纵使虚假，可眼前的老人还是眉眼含笑，一问一答，喜不自胜，看得人心酸。父亲突然唤住看热闹的儿子，接着念。儿子拿着白纸，手足无措，求助父亲无门，只得硬着头皮开口：您一个人住在山里面，真是不容易。特区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真应该接您出来看看，让您安度晚年。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尽管泪水夺眶，可听到这儿，五婆还是颤着嗓音，难掩期待。完了，完了。老人坚强了一辈子，十分好哄。听到了一个常来看您的保证，就重新绽开了笑容。房屋破败，不见生气，老人愈显渺小，仿佛随时被身后的黑暗吞并，却还是挂起笑容挥手，等待着邮递员的下次到来。见者难免悲戚，总忍不住询问一番：他孙子为什么不给他写信？每年新年寄1张贺卡，春节1张汇款单。儿媳妇难产死了，这个孙子是老太太熬蛇羹喂大的。抚育者一心奉献，可受恩者并未一心反哺，反而对这片养他的土地厌恶惧怕。记得那年啊，我给他送录取通知书，他哭着跪在地上说：“这回我可真的要走了。”孙子学成，一去再不复返。连他爹去世，他也没回来。老太太哭儿子想孙子，就什么也看不见。你这么做是等于包庇他。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孙子该怎么做呢？父亲语气不屑，看得格外清楚。该怎么做，还用别人告诉他？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就不能说了？不去管他了。你得记着啊，隔个10天半个月的就去看看五婆，随便给他念上几句。儿子看不惯那位远方的孙子，十分不忿。这事儿是该他孙子做的，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你怎么教训起我来了？我行不行？该干的能干的我就干。天花乱坠的想法，干不成有什么用？做成做不成的，你等着瞧好。这点处事原则，父子2人这辈子且得磨呢。拉着五婆的手，我忽然想到了我妈。出门在外的人总是有很多原因顾不上想家，倒是家里的人更牵挂他们。父亲在外奔波工作时，家中的妻儿又何尝不是等待思念呢？在外的人辛苦，在内的就掏出一颗心去牵挂惦念。赶路至某处，老二突然撒开花狂奔，地里给庄稼浇水的女孩笑靥如花，美不胜收。儿子只瞧上一眼，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颅，笑得愈发羞涩。今日村中办喜宴，这位侗族姑娘认识父亲多年，二话不说将人请了回去。晚霞笼罩天边，寨中明晃晃地挂起红灯笼，篝火红伞，唱歌跳舞。父亲在席中远远打量儿子与侗族姑娘跳着舞，眉目间聚着洋溢的春风。老父亲咧开嘴，笑得更美了，眼神含情，感慨万千。那年恋爱，跨河趟水想碰面；那年结婚，骑车过田带回家；那年生子，大横抱起进房门。老父亲醉倒酒桌，带着笑意，满脸的舒坦。侗族姑娘很让人心动，把碗扣在录音机上做立体声，将汤煮得滚烫喷香，笑声更是悦耳。父亲对此早有先见之明。侗族的姑娘性子烈，
我每次进山啊，只要看见他，就想起了你。我在心里边说，不定哪天要是我儿子看见你啊，一定会迈不动步的。儿子只是傻笑片刻，并不言语。再上路，儿子远远的看着山路公交无不艳羡。其实这样的路段，可以搭便车的嘛。油路就是油路，该怎么走啊，就怎么走。我才不会去站在路边上，给人家赔笑脸呢。那也可以搭班车呀，花钱买票总没问题吧？就那么几个站，几趟车，还没我准时呢。摸摸规律嘛。脚踏实地了一辈子的父亲，不愿听儿子这番变通。像你这么整天想着投机取巧，还跑什么油路？我投机取巧，等直升飞机落到山顶了，咱们还这么走啊走的，谁还要你投？说不过儿子，老父亲听着收音机的广告，越发气急败坏，索性武力禁言。这回无人说话，世界回归安静，山中道路变通者多，沿着水路去2点直线，能省下近8公里的脚程。枯木粗壮安稳，直通河底，给过往行人提供绝佳休整之地。父亲老道的殷殷嘱托，句句离不开重若生命的邮包。邮包要顶在头上，这样才安全，还能保持平衡。能游江啊，不一定能过好溪，不一定能在这长满青苔的石头上站稳脚跟儿。你肩上背的不是自家的米袋子。儿子乖顺地听着父亲的碎碎念，突然回头，言辞恳切：“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我走惯了，也不在乎这1次啊2次的。你呀，就享受一回吧。父亲缓缓起身，看着儿子的背影，发出一声喟叹：“老二，我这辈子呀，独往独来，还没享受过。”唇边似有若无的笑意和满足之情，几乎将整条江的水波荡漾起来。儿子扛着邮包并不冒进，背影不甚强壮，却满是担当。片刻折返，将父亲稳稳地放在了背上。村中老人常言，背得动爹，儿子才算长成了。江水流淌，碧波清澈。儿子忽然明白，这个背得动，并非单指身高体力，而是那份反哺父爱的责任与继承。父亲却是眼神逐渐模糊。曾几何时，那个骑在肩上，穿着肚兜笑得灿若阳光的小孩童，也可以这般稳当可靠地将他背起，踏着大路前行了。父亲悄悄地摩挲儿子发梢，转过头，竟是不可自制的潸然泪下了。岸边水车转动，宛如时光流转不休。父亲默默转身抹眼泪，儿子愣了片刻，就笑着给爸爸宽慰：“你还没1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父子同抽一杆旱烟，气氛难得温情。老二不再抗拒儿子，颠颠地跑去拾柴取暖。他弄了柴来让你烤火的，烤烤吧，老二的一点心意。烈火烤着被江水冰透的双腿，将人心烘得暖和温煦。我刚才见你的脖子上有个疤，早的事儿了。提起往事，儿子轻描淡写，父亲焦急震惊。好像是15那年，我扛着梨从地里回家，梨头滑下来，扎了一下。我回来怎么没听你妈说起过？是我不让妈说的，没什么好说。缺失于家庭，每一声叹息都是悔之不及的自责。生你的那会儿，我跑外县，3个月才回家一趟。生你的当天，你妈写了封信给我。别看我整天给别人送信，写给我的信就这么一封。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儿子难掩触动，这么多年，他第一次从父亲的口中听到他的降生对于这个家来说是惊喜交加、喜不自胜的。他也慢慢的回想起那些玩具鞭炮、欢声笑语中夹杂的深沉如山的父爱。烈火燃尽，邮差之行也出发在即。爸，该走了。你说什么？我说爸，该走了。老二听见了吗？他喊我爸。多年的隔阂与生疏折磨着父子2人，此一刻
春风和煦。再往深处走，山风呼啸，枝叶摇动。儿子背着包，步履维艰。父亲不忍看儿子蹒跚踉跄，把包给我吧。这次给你了，下次怎么办？在山中可以永远相信老二。几声犬吠，坡上就凭空甩出一条粗大的麻绳。父亲看着儿子的一脸懵样，暗自偷笑，抓紧麻绳，沿着峭壁攀岩。到底是头回生，相比于父亲的得心应手，儿子颇为吃力费劲。这路怎么这么陡？原来有条好路，下雨冲垮了。小心点儿！坡上的车娃早已等候多时。有风更要来吗？我爷爷说，你为我们滚下山一次了。儿子震惊后怕地瞟着父亲，山路艰险，多的是他不知道的事儿。告诉他，以后是我儿子登山了，不用你来等了。你为我们滚下山一次了，不能让你的儿子也为我们滚下山一次。大山的孩子上学更是难上加难，车娃初中没念完，就转而上了函授大学，很是知足。我的知识已经很丰富了，不用读高中，直接读大学了。孩子话里话外透着傻气，憨厚的紧。父子俩刚走出几里地，车娃就在后方拆开了信封。大哥，爷爷，我收到了成绩单，3门功课，我得了2门优，我的作文被老师推荐给报社了。听着前途光明，希望十足，儿子也笑得爽朗，满心为孩子高兴。爸，你听见了吗？下次还采访咱们呢。父亲拄着木棍哼笑，他管你叫哥，管我叫爷爷，连基本情况都没弄清楚。他突然低头沉默下来。再说，我也没下错。夕阳下的背影孤寂而落寞，儿子难忍忧伤，为父亲心痛着。俩人缄默了很长一段路，直到远处清澈嘹亮的山歌响起，父子俩不可避免地谈起了那个侗族姑娘。她和咱们那儿的女孩不一样，不过也许我不会娶个山里姑娘。为什么？你是嫌他们土，见识少？她见识一点都不少。早上她往半导体上扣了个小罐儿，声音一下就好听了。他说那叫立体声。那你是嫌他们穷？也不是。那为什么？儿子目光悠远，沉下了嗓音。我怕他们也像我妈，离开了这里，一辈子都想家。远方走来的山里人欢脱肆意，在属于他们的地方，绽放着最美好自由的笑容。小时候，妈老给我讲山里的事儿。我就问他，山里人为什么要住在山里？山里人住在山里，就像脚放在鞋里面，舒服。昏黄阳光洒满山野，宁静温柔。父子仿佛看到了他们最爱的女人，隐忍奉献，值得他们用一生去疼爱弥补。人生旅途颠簸，父亲的爱深沉而不显，心中除了家人，还有这条大山游路。人的心其实比腿还累。目睹着被悔恨、愧疚、疲惫拉扯的父亲，儿子那份不够理解的责怪，渐渐地消弭于在广阔的山水之间。木头长廊冗长，还有瓦罐水碗，专门给赶路人解渴。大山之心最可贵就是这份淳朴。儿子与老二越发熟络，也学着父亲给老伙计喂水。当大风吹飞信封，父亲未曾半分犹豫，忍着腿疼飞扑。千钧一发之际，还是老二一个飞跃叼回了信件。守护虔诚之心并不输人类半分。儿子躺河边晒太阳，摸着自家狗子直夸：“你看他真行，棒极了。”山间大嫂纺织技术高超，还经常收容邮差落脚。父子泡上3日来的第一盆热水脚。
你妈一到冬天就咳嗽，她不肯治，你县里说就带她到县里检查检查。月上枝头，父亲抽着旱烟，借着月色看儿子，满目欣慰，笑意温暖，连眼都舍不得眨。旁边油包鼓鼓囊囊，床上的青年肩膀消瘦有力，可无论是家中，亦或是茫茫大山，他都是个可以独当一面的男人了。老父亲扑哧一笑，眼神越发爱怜。他小心翼翼地躺下，旁边的儿子仿若感到了一份安心，如孩童一般翻身依偎了上去。父亲的笑更加圆满，泪光闪烁，得子如此，他这一生当是再无所求了。蝴蝶翩翩，缄默尽头，母亲远远的眺望，慢慢走来两个男人，是他一生的牵挂。两顶斗笠，两道人影，一条狼狗，踏上了归家的征途。可不过歇息2日，清晨浓雾笼罩之际，儿子整装，背上邮包，戴起斗笠，走起了他的路。这回不必哄劝，老二就跟上儿子，沿着小路走进了大山。父亲远远地目送儿子，面容沉静，唇边始终挂着一抹笑意。儿子的路纵使崎岖，却是前途坦荡，受益无穷。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邮政题材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被称为中国电影的新高度。1999年，该片因为发行量过低，被某些媒体称为国内发行量几乎为0的电影。直到2001年在日本上映，反响不俗，成为日本境内票房最高的中国电影。同年在美韩等国也掀起热烈讨论。风格优美的湘西山水画让人几乎是第一时间便爱上了这部电影。导演霍建起学美术出身，显然在电影加入了不少美学功底。湘西之美尽在眼底，东方情调与内涵尽显。男主角刘烨也凭此处女作名声大噪，拿下人生第1个电影大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侗族姑娘正是刘烨的中戏师妹，万人迷陈好。电影并不刻意煽情，也不过分渲染，它只是淡淡的讲述这个情字。人与山与自然与狗与动物，最能打动人心的正是这些平凡质朴。五婆再艰辛也不忍责怪孙子一句，守着门板等信度余生。走出之人不愿回家，将大山像累赘一样狠狠地甩在了身后。可山里人为什么住在山里？那些离去之人会否在某些时刻想起那片盎然的绿色与美好自由的安全感呢？或者更多的是像母亲一样，为了爱离开，然后将故土藏于心底，用尽一生去思念回味。每个儿子都想抱抱自己的父亲，每个父亲也都在等待。父子之间生疏颇多，可在那条绿色之路前行，儿子知道了河水的冰冷刺骨，也明了了那些各有苦衷的等信人。同样看到了热情好客的村民爬山之时还可能滚落山崖。父亲知道了那些他不在的日子，妻儿是如何等待牵挂，又是如何彼此守望的扛起家。父子差异仍在，儿子对流行乐情有独钟，对事物看法别有一套。可慢慢的，俩儿向着对方的心彼此靠近，他们父母所求不过如此。高考成绩将出，欢天喜地亦是垂头丧气，都不过是人生的新开始。愿你无论如何都保持进取之心。人生境遇不可预测，走好脚下每一步，才能遇见更好的风景。道有白云尽，春雨清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美白日，清辉照衣裳。红旗之下，向阳而生。我是焦阳，咱们下期再见。